第二天清早，两人起床后，阿旺已经在收拾准备上山的东西，一个大的旅行包绑在摩托车后边，阿古拉则在一边一直交代着什么。吃早餐吧。早餐是大包子，他们喝的是酥油茶。林浩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利用吃饭的功夫打开了系统，运气值足有79点，而幸运值下的小箭头指向的是东北方。嫂子，我们可能会在山上过1至2夜，我阿姐请了假，这2天会陪你出去玩，你想去哪直接说，咱们藏人是不明白客气是什么的。饭后，阿旺对陈雪说了一句，然后又开始叮嘱自己的二嫂，无非就是照顾好朋友之类的。啊，我也想跟着你一起。陌生的环境分开，陈雪有些不乐意。林浩握着她的小手轻捏了捏。山上面很冷，而且我怕你有高反，你可以跟着嫂子一起去泡泡温泉，这里都是天然的，想来会很不错。安慰了陈雪2句，阿旺已经跨坐在摩托车上等着了。阿浩，带厚衣服了吗？带了，放心吧。林浩背上自己的包，跨坐到阿旺身后，摩托车一摇，阿旺突然叫了一声，然后挂档走了。阿雪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今天你想干什么？阿旺二嫂笑着上前，她是老师，所以穿的倒不是传统藏服。我对这里不熟，就听嫂子安排吧。那我们上午先去新都桥，那里很美的，你把照相机带着，到时我给你拍照。下午去木格措泡温泉，晚上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的。二嫂说完，晃了晃手里的钥匙，又问道：你会开车吗？见陈雪点头，她笑了笑道：那我们换着开，走吧，开心点。扎西要挣钱，那我们就负责花钱吧，哈哈。阿浩，我们去南边吧，这个季节我们要采到虫草，就需要爬得更高些。阿旺，我觉得是东北那边兴许会更好些。东北那边如果想采到虫草，山会比较远一点，你确定？林浩犹豫了一下，编了一个很低级的谎言。昨晚我梦到了，神灵指引着我去了东北的山上，那里有大片的虫草。听到大片的虫草，阿旺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好，既然神灵指了路，我们当然要按神灵的指引前行。不过摩托车的油不够，咱先找加油站。找了个加油站，阿旺把油加满，又买了一个油桶打了1桶，绑在车上，两人再度上路。出了市区后，入眼皆是青青的草地，冒头的太阳光射在高山的顶部，一部分山变成了赤黄的一片，心旷神怡。阿旺，这里真是好地方。哈哈，出来的朋友都是这么说，但从生活便捷来看，比不上你们那边的，而且这里太穷了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并没有拉动本地经济的支柱性产业。阿旺放慢车速，一指不远处的草地，看莫斯卡的精灵。林浩顺着手指的方向，发现了几只旱獭，它们全部直起身，同样注视着摩托车。要不要下去看看？很好玩的。阿旺停下车，从包里拿出1点米饼递给林浩。他们不怕人的，你可以去喂。林浩新奇之下走到了近前，几双小眼睛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，先将手里的米饼给递了过去。个头最大的先接过，然后咔滋一口就吃了起来，然后他又分给了另外几只。林浩伸出手在最大的那只头上轻抚了一下，突然发现有一只移动时腿好像不利索。别怕，我帮你看看。林浩轻抚在那只有伤的腿上，打开系统，看到了永久幸运值的下降了80点，而原本有伤的这只此刻一跃而起，在草地上跳跃了起来，嘴里叽叽的叫声，从他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欢快。正当林浩往回走时，那个最大只的居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裤腿，拖着他似乎要去什么地方。别拉着我，要我跟你走是吧？远不远啊？行，不用拉着，你先走，我跟着。汉塔似乎真的听懂了，松开他的裤腿，当先往一个方向跑去，跑了几步还回头张望一下，见他跟着，再度跑起来。阿旺并没有跟过来，此刻见林浩越走越远，便跑了过来。阿浩，怎么了？汉塔好像要带我去某个地方。阿旺笑了笑，正想说林浩的感觉不准，突然想到了大海上对方与胡子的互动，貌似自己这个朋友真的是能和动物无障碍交流，索性闭嘴不再问，跟在身后打算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到了一处洞穴口，汉塔钻了进去，也就片刻功夫，居然拖着另一只汉塔出来了。被拖的这只挺着大大的肚子，此刻已是奄奄一息。这是吃坏了东西，肚子胀成这样。林浩嘀咕了一句：阿浩，应该是抱崽的，看样子是难产。几只汉塔的目光依旧看着他，林浩甚至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祈求，很神奇。蹲下身，手在汉塔隆起的肚子上轻抚一下两下，也就1分多钟，他居然看到了一只小汉塔出生的过程。阿浩，神了，小精灵出生了。林浩嘘了一声，阿旺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生了4只出来，好一会没了动静，而那个汉塔妈妈的痛苦好像也消失了，伸出舌头在小汉塔的身上舔着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去采虫草，你们还是想办法把小汉塔叼进洞里吧，万一被老鹰惦记上了可不好。林浩在大只汉塔的头上轻抚了一下，然后又从阿旺手里接过2块米饼，掰成几瓣放在了面前的地上。两人按原路回到了草坪那里，骑上摩托车继续去往山上方向骑。阿浩，他们能听懂你说话？阿旺羡慕坏了，他想学呀。不知道，想来是听不懂吧？他们分明听得懂，都是按照你说的去做。阿旺断言，他又不傻，
看得仔细着呢。行啊，阿旺，离采虫草的地方还有多远？这里就能采，不过这里肯定被人扫荡过无数次了，我们还要更往上一些，再骑10多分钟，剩下的就只能自己往上爬了。那咱快点。骑了10多分钟的车，来到一个小木屋的旁边，阿旺直接将车子停在一边。车子放着没事，没事，我阿旺的东西在康定是不会有人偷的，偷了他们也出不了手。阿旺，我总感觉你在吹牛。阿旺哈哈大笑，并没有反驳。这里的海拔有多高？林浩原本就穿着一件薄外套，这一会居然感觉到有点冷了。海拔每上升1000米，气温会下降6度。感觉不舒服吗？见林浩摇头，阿旺这才道：这里大概有3800多米，我们要去采虫草的位置更高，大概能有4200米以上。你如果不舒服就说，我带了瓶氧气，不行咱就下去。不用了，没什么感觉。林浩从包里抽出一件薄羽绒服穿上。海拔越高，空气中的含氧量就会下降，会让人感觉越来越累的。接近目的地的时候，两人都已经有些喘了。刚开始还会相互打趣2句，没一会便没了说话的欲望。歇一会吧，等一下我们就从这里开找。阿旺拿出牛肉干，还有米饼，两人就着水壶一边吃一边喝。阿旺，虫草长啥样的？等一下该怎么找？很简单，就是趴在地上找就行了，冒出土的就一点点芽头，有点像。算了，等一下我先找一颗你看看就知道了。阿旺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很好的形容词。吃完之后，两人开始干活。阿旺手里拿着一根很短的棍子，不时的在刚冒芽的嫩草中拨弄一下。阿旺，啥情况？这都快1个小时了。林浩翻身躺着，看着湛蓝的天空，有气无力的道：1个小时，一颗都没碰到，这很不对劲啊。就这样，谁叫你来的这么迟？现在都是尾气了，旺期都难找，更何况是现在。林浩突然笑了，阿旺有进步啊，知道推卸责任了，看来已经做好进入队伍的一切准备。哈哈，阿浩过来，这里有一个。林浩一咕噜翻起身，走到近前，顺着阿旺手指的方向细看，直到阿旺手指指到一个小小的与土质相近的芽头时，他都懵了。我终于知道虫草为什么这么贵了。那倒是，要跟大白菜一样，再好的东西也会不值钱的。看我挖出来，等一下你注意，千万别挖断了。土质不硬，按阿旺说的，硬土质根本生不出虫草。手中的短棍子轻松地插入土中，插得较深，然后轻轻一撬，那块泥土伴着虫草一起就被挖了出来，然后小心地剥掉边上的泥土，这才露出虫草的全部真容。还不错，这个挺大的。阿旺拿出一个小盒子，先采了一些草苔铺在盒顶，然后才将虫草铺上去，再盖上盒子。接着找吧，钓鱼时你运气好，看找虫草咋样。林浩自然不甘于后，趴在地上便开干起来。半个小时，他也没有发现一根，心中暗叹，一方面感叹那些挖虫草人的不容易，另一方面在郁闷自己的幸运值怎么失灵了。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下午2点多。阿浩，还有牛肉干，你吃点吧。海拔越高，越要保证热量供应。阿旺怕他不好意思，便将带的食物拿出来递给他。没胃口。阿旺，旺期时一天能采多少？这可说不准，运气好的一天40-50根也有可能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林浩更加的泄气。奶奶的，一天40-50根可能就是终极目标了。自己来前想的倒是美，打算随便挖个几斤带回去呢。我又找到了一根。林浩再度凑上去，这次不用阿旺细指，他也看到了。这进度还行，到下山时我们说不准能凑齐10根。阿旺说的兴高采烈，林浩听得郁闷不已。老子的79点幸运值啊，难道就换10根虫草？正想着，就听到不远处有叽叽喳喳的叫法。他抬头望过去，就见不远处几只旱獭同样站起身，握紧2只前爪打量着他。哟，你们也来了，过来。几只旱獭听到呼唤，矮下身快速地跑了过来，其中那只最大的到了近前，再度叼起了他的裤脚。咋的？你该不会又有家人受伤了吧？林浩看了眼阿旺，对方挠了挠头，这离他们的窝也太远了，一来一回至少3-4个小时，但不救的话，他又说不出口。阿旺，算了，咱要不别找了，直接跟着他们下山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受伤，有的话，咱治好就回家吧。行吧，这是尾季，确实采不到啥了。明天我去虫草市看看，如果碰着野生的，我买一点你带回去，那到时咱俩一起，我也想去看看。林浩没有拒绝，又低头对扯着他裤脚的旱獭道：好了，小家伙，你前面走，我们跟着行了吧？旱獭叽叽了2声，松开转身往前小步的跑着，好几步就回头，等着两人跟上。阿浩，这好像不是回去的路啊！你问我？林浩都无语了，极度怀疑这货会不会把自己带丢了。可麻烦，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阿浩，他们要带我俩去哪？阿旺发现旱獭不是带他们往山下跑，而是顺着山往东边，而且渐行渐高。兄弟啊，我听不懂他们要干啥，跟过去看看吧。其实林浩有一种猜测，不过没有证实之前他不会说。好吧，就算证实了，他也只能说是巧合。阿浩，算了，越跟越远了。阿旺有心停下，确实是越跑越远。早先干掉的汗，这一会又冒得一身都是。再看看这些小家伙，不会无缘无故的要我们跟着？你不是说他们是啥莫斯卡的精灵吗？真要是有受伤的，咱能忍心不救？一句话把阿旺给堵死了。得
跟着吧。这一跟就是近2个小时，原本聚在一起的旱獭突然散开了，没跑多远便在地上跑起来，其中最大的那只又来咬住林浩的裤腿。我去，不会吧？跟着大只的走到他刚刚刨过的地方，还没蹲下，就看到边上被刨出的一根虫草。卧槽，这也太灵性了！林浩大呼，旱獭不仅找到虫草，还帮着刨了出来，而且更神奇的是，这小家伙还能控制住没有把虫草刨断。见他捡起这一根，旱獭叽叽了2声，转身又在旁边刨了起来，3两下又是一根虫草。阿旺，跟着旱獭，他们会把虫草刨出来。阿旺正在喝水，听他这么说，直接一口水喝呛了，咳嗽了好一会才道：“你逗我呢？”下一刻他就注意到林浩从旱獭刨过的地方拾起一根草，他狐疑的来到一边，目光锁定其中一只旱獭刚刨过的地方，下一刻一声惊呼：“卧槽，是真的！”愣了足有1分钟，好像是在消失这神奇的一幕。随即哈哈大笑道：“阿浩，我说的对吧？他们就是莫斯卡的精灵。”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林浩暗松一口气，这下就快多了，连挖都省了，2人直接跟着旱獭拾就行了。但即便2人一直弯着腰，发现居然有点跟不上。阿旺带的小盒子起不上用了，一是太小根本装不下，其二也没时间一根根的往里面摆放。阿旺，这个咋办？虫草是很易断的，不仅是在采的时候，就是回去刷泥，包括运输都极易折断。阿旺想了想，拿出背后的铲子，选了一块蓬松的草地，连草带泥的铲下一片，然后将虫草平铺在上面。阿浩，把你的包腾空吧。林浩包里装的东西不多，剩下的就是2瓶水，放到阿旺的包里。阿旺拖着草皮小心的放进包里，一层层的铺，暂时也只能这样了。6点多，旱獭没有再刨土，而是又围到了一起，然后来到了林浩的面前，叽叽的说着什么。阿旺，米饼。阿旺把食物掏出递了过来。林浩接过份发给他们，还撕了点牛肉干喂了。他想了想，又找出一个小方便袋，装了点米饼和牛肉干。别动！最大指战器很听话的没有动。林浩小心的把方便袋系在他的脖子位置。这是带给那个刚生了孩子的。你们的牙齿厉害，我打了死结，回去你们让同伴用牙齿咬掉就行。今天谢谢你们了。说完，在他的头上轻拍一下，几只旱獭叽叽了几声，转身往山下跑去。阿浩，还有很多，咱再干会吧。阿旺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下山到摩托车的地方，太阳也该完全落山了。我们今天也先到这吧，下去商量一下，明天再来。阿旺看着脚下，有些舍不得，可都是钱啊。不过片刻悚然一惊，有点想给自己一耳光。想啥呢？自己是帮阿浩挖的，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，不管是挖多少，都应该是阿浩的，自己只是向导陪着来的。行吧，那咱先到底下的木屋歇一晚，明天一早再过来。2人下山，林浩边走边打开系统，果然今天的幸运值已经差不多清零，倒是功勋值又涨了2000点。系统判定冬虫夏草已经是顶级的山珍了。阿旺，现在虫草的行情咋样？野生的话，看大小，干皮2根能达到1克的，估计在500多；4根1克的400左右。咱今天采的个头都大，要是卖的话，价格肯定好。最后半句话，阿旺又忍不住兴奋起来。多少鲜品能出1斤干品？一般3斤左右，个头大的水分含量反而低，2斤6、7两，说不准就能出1斤。阿旺想了片刻，还是把心底的打算说了。阿浩，你要是采的多，可以卖掉一部分，留着一部分够2年用的就行。为什么？阿旺被问愣住了，随即才反应过来，林浩估计是一点都不懂。这玩意有保质期啊，保存不好2年不到就会坏，保存好了也就3年的光景。以后你想要，我买点给你寄就行，或者你每年来一趟，咱俩上山挖。林浩有点懵，这玩意居然还有保质期，他是真不知道。随即想起一事问道：阿旺，咱刚开始去的地方不是东北方吧？阿旺愣了愣，回想了一下，应该是偏北一点。林浩无语，他就知道肯定是阿旺这小子把方位弄错了，系统指引的可是东北，怪不得之前找不到。快接近木屋，林浩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阿旺，看那片应该还有不少，要不咱回去，明天一早过来，带点好装的东西，最好看看阿古拉有没有时间，争取明后把那片采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旺也觉得是个好办法。2人骑着摩托车回了家。2人回到家，阿雪还没有回来，林浩打电话过去，说还在温泉那边，晚上打算在那过夜。另一边，阿旺则在跟他阿爸商量着什么。说到兴起，他就将包打开，一点点的把今天采的虫草给拖出来。我阿爸不是很相信，那事实摆在眼前。阿旺指着摆在小几上的虫草，咧着嘴笑道：行，我明天一早跟着一起。阿古拉叹了口气，其实他很想问这些采的虫草是如何分配的，但到底是不好开口。没一会，拿来一个小刷子，坐下开始清扫虫草身上粘连的泥。2人也在一旁帮忙。我小的时候，这玩意才几毛钱1斤，当时钱很值钱，但虫草的产量一直极低，所以大人是没时间采摘的。季节一到，一般都是孩子上山去采。阿古拉接过林浩递来的香烟点燃，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给2人说起来。那一天能挖到1斤吗？阿古拉哈哈大笑，要是能挖到1斤，那还不得漫山遍野都是人。那时候我们这边工人工资1个月也才20多块，已经算是高收入了。虽说那时候资源好点，但一天下来也就挖个半两左右，
赚个几分钱。阿爸，我记得虫草的价格一直很高啊，哪有几毛钱一斤？阿古拉也不恼，笑着解释：你出生时，虫草的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当时大概在1块钱1克的样子。到了10来年前，这玩意就像是坐了火箭，一直不停的涨。他又说及曾经一个收虫草的商人，这边刚收完还没运出去，价格居然就翻了1倍。有些精灵会压货的，赚得更多，几乎就算是一天一个价。行了，阿旺，带着阿浩去洗漱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刷虫草是个细致活，稍不注意就把虫草刷断了。随着0号刷断了第3根，阿古拉再也忍不住了。清早，3人骑着2辆摩托车先到了木屋的位置，接着就是爬山了。3个小时，3人终于到了昨天的位置。趴下的那一刻，阿古拉双眼都瞪大了，还真和如儿子所说，遍地都是啊。刚趴下就发现了2根，3人也没工夫闲聊，完全的投入了战斗之中。中午随意吃了一口，一直踩到傍晚时分，3人这才往山下走。到了木屋，里面居然柴锅之类的还挺齐全。先把火生着，接着开始烧开水，利用火光，阿古拉再度开始刷起虫草。阿爸，今天咱采了有多少？阿古拉一直压抑着心头的喜悦，此刻听阿旺问及，再也忍不住笑道：那是块宝地啊，今天我们采的差不多有5斤左右。0号在心中算了一下，等于说价值在40万左右，确实不少。但转念一想，弯了一天腰，累死累活，还不如海上自己拉一网的，高兴劲瞬间又消失了。之前听阿旺说你是有福之人，我可是将信将疑，这下是真信了。几10年来也没听说谁一次能采这么多虫草的。阿古拉又看向0号道：是我们3个都好运，佛祖庇佑着呢。阿古拉笑得更为开怀，水烧开了，就着开水，3人吃了饼子和肉干，接着就是泡茶，总要补充点维生素的。木屋里只有一张床，3人是没法睡的，推辞了一番，索性大家全都靠在边上，囫囵的睡起来。隔日清早，0号起床洗漱，简单的吃了早餐，3人再度上山，连着3天，3人皆是如此。0号感觉身上都要臭了，但没办法，根本没有洗澡的条件。今天下午，3人的动作慢了下来，刚开始半个小时还能寻摸到2、3根，而现在半个小时已经颗粒无收了。阿古拉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要不回去吧？阿旺直接翻身躺在了草皮上。阿古拉看了一眼远方，叹了口气，不回也不行了，估计会有异常雨。走吧，咱下山。3人下山，马不停蹄的就往家赶。到了家，刚好天色完全黑下来，久违的小雨也下了起来。今天没出去玩。陈雪摇了摇头，上前接过他的包。不是说就1夜吗？怎么在山上待了3天啊？货太多，不采完肯定不甘心啊。阿浩，拿着衣服，咱去澡堂子洗澡吧。阿古拉没有去，2人从澡堂子回来，吃过晚饭后，阿旺问及了虫草怎么处理。这有10多斤呢，我建议还是卖掉大部分。你要是全带回去，肯定是用不了的。3天时间，采的大概有14斤的样子，再加上之前1下午的，近16斤鲜品，晒干也有5斤以上，肯定没法全带回去的。阿旺，留个3斤鲜品，你让你阿爸帮我晒一下，剩下的咱要不明天拿去卖了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去看看。阿古拉精心挑选起来，虫草肯定是个头越大质量越好的，一直忙到深夜，也只刷了1小半，太多了。0号一觉睡到10点多，起床后才发现家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阿古拉夫妻在厅中刷着虫草。阿旺去他舅舅家了，说要赶1只猪回来，今晚吃烤猪肉，单扒的香猪，味道与你在外边吃的有很大区别。不必这么客气的。0号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见外就对了，你要留的虫草我给你留下了，挑的都是肥壮的，他是不能接受曝晒的，等到太阳将要落山时拿出去晾晒，今天晒2个小时，明天上午再晒1个小时，就基本上能干了。这么快？0号本以为要个10天半个月的，想着让阿旺过后寄给他，居然几个小时就已干，那自己倒是可以带着了。正说着，阿旺回来了，摩托车后边还真带着1头杀好的猪。阿浩，这个猪肉可比在你们那吃的好吃，等下午的时候，一半炖了，一半烤出来，保证让你吃过还想吃。0号上前细看，发现这猪嘴长而小，整体偏瘦，有点像野猪的样子。下午，阿旺开着车带着他跟陈雪来到了药材市场，走进入口，地上就有不少摆放卖货的，都是以虫草、黄金之类为主，这些都是自己挖的山民来这里交易的。阿旺指着两边或蹲或坐的人群说着，随即又补充一句：你可以问价，但如果开了价对方同意，你就必须要买下来，所以咱就别开口了。0号点头，应该有专门收购的吧？有的，不过对于这样的零散货，价格会压得很低。阿旺又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道：这里货多少都会有点瑕疵的，收购商会压更低的价，他们这样摆着就是指望零售能卖出去，如果卖不了，最终还是得低价卖给收购商。3人边说边走，没一会就来到了中间，这里几乎全是店面了，
阿旺走到右边的一家，进去之后就是大声的打着招呼。老板见到阿旺也很高兴，笑着回应。至于说的是什么，林浩跟陈雪就听不清楚了。怎么感觉两人在吵架？陈雪掩嘴轻笑的道：哈哈，每个地方说话的方式不同的。曾经林浩就认识皖省黄山的一家子人，一家三口说话就跟吵架一样。阿浩，这家店呢是我同学家里开的，价格肯定公道。公不公道，你说了算。既然你是阿旺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康定所有人的朋友。朋友嘛，我们是不会让他吃亏的。老板的普通话还不错的，想来应该经常在外边跑的缘故。阿浩，你再支等一下，我去把车里的货拿下来。阿旺带着老板直接离开了，然后店里就只剩下他和阿雪。这也太放心了吧，让我俩帮着看店。陈雪感觉有些好笑，林浩笑了笑没吭声。这2天跟着二嫂一起好玩吗？挺好的，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好，我拍了很多的照片。咱什么时候离开？要不我陪你一起再去玩一次？林浩算了一下时间，来这里已经近5天了。那我们再待2天吧。你不是还想去其他地方玩吗？打算的是半个月行程，这里待1周，然后再到九寨沟、峨眉山等地玩个4、5天回去刚好。两人刚商量完，阿旺与老板回来了。阿浩，阿古拉说鲜品的价格155块，这个价格非常公道了。阿旺，你做主就行，你也知道我对这些不懂。都是朋友，我给的价格绝对公道，整个市场不会有第二个出如此高的价格了。老板轻拍着胸脯说道：行，那过秤。过秤之后，总共7611克。老板心里核算了一下，这些虫草能卖多少？这么一算，还真的不少。你们要等1个小时，我店里一下子没这么多现金。本地人，特别是这些货品的交易，不怎么认可银行转账，总感觉现金拿在手里才踏实。那我们先出去转转，1个小时后再回来。阿旺说着，带上林浩两人便出了店门。